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曼妮的汤厨频道，我是曼妮。序曲中提到高汤使用食材有6大类，分别是家禽肉骨、海鲜活体、豆类、奶制品、鲜蔬及干货。当您在入手食材后，开始进行高汤烹调前的第一步骤，便可称为起手式。顾名思义，预先处理食材，其目的是可优化高汤品质，萃取食材精华，去除多余杂质，减少杂味干扰等。如此关键的步骤却常被忽略，少数家庭主妇和主夫甚至欠缺预先处理的常识。运用水的预先处理是本节目的核心基础。运用方法有清洗、汆烫、浸泡。自古以来，清洗是最简洁且原始的步骤。使用自来水冲洗食材表面脏污，但仍需留意细节，避免表面细菌水花飞溅，污染流理台。汆烫又称为浊水或过水，意指把食材放入水中片刻，透过水的热力煮熟食材，又可以达到去除血水、杂质、黏液、异味和油脂等。浸泡干货又称泡发，目的是萃取食材的精华与鲜味。浸泡生鲜食材大多为了去除腥味，其次为保留食材鲜度或缩减料理时间。上述3种方法一旦理解并实际操作数遍后，逐渐会转变成本身对料理的直觉。曾有研究指出，生鲜肉品在常温中每过半小时，肉品中的细菌就呈现等比级数倍增。即使肉品外观没改变，此时若以清水清洗生鲜肉品，应以缓慢的水流清洗表面，减少喷溅机会，避免细菌污染厨具。否则建议直接汆烫去除脏污和血水，同时确保卫生。生鲜海产则建议一开始就用自来水清洗，因为生鲜海产上附着的细菌喜欢盐水，若使用盐水清洗，越洗细菌会越多。清洗完应随即烹煮，否则应封装后放入冰箱冷藏。汆烫又细分3种方式，分别是冷水下锅、热水下锅和沸水快速汆烫。冷水下锅适合异味重、血水多、带骨肉、刚解冻的生鲜肉品及根茎类蔬菜，例如鸡骨、牛骨、猪骨、羊肉、牛腱和竹笋等。其原理是预防肉品下锅后因高温迅速让表面的蛋白质凝固，锁住内部的血水，无法去除杂质。肉腥味与血液中的微量铁元素有关，血液暴露在空气中，其中的铁元素会氧化，产生浓厚血腥味，高汤也因此变得浑浊，导致品质下降。汆烫肉品时也会放入葱、姜、白酒等食材，帮助去腥。起锅后再用温热水冲洗肉品杂质。相对的，牛排或红肉火锅肉片的红色液体并非全是血液，而是肌红蛋白，所以料理前并不需要事先汆烫。此外，根茎类蔬菜，例如竹笋，属于冷水下锅食材，水的热力会平均进到内部，使竹笋的苦味，也就是草酸能被排出，因为草酸有溶于水的特点。请大家持续关注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